高文健先生对薄熙来的这个审判进行了5天，那么现在庭审结束了，我们还要等待这个判决。那您对这几天的庭审有什么样的评论？许多媒体呢把这次审判薄熙来呢称作是世纪性审判。那么薄熙来呢是共产党的高官，一方诸侯，又是红二代的指标性人物，自然是洞见观瞻。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呢，这次审判呢实际上是对当今中国司法独立、司法公正、透明度和这个法治的一次检验。那么我们看到这次在庭审过程当中，是用微博直播这样的一种形式来披露这个庭审的内容，那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进步，您的看法呢？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呢，这个尽管有这个所谓微博这个直播，这个是有某种进步，但是呢，这次考试呢，我认为这个还是没有及格。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审判的话，仍是一次政治审判，而不是一次司法审判。不过是用司法审判的形式来做政治的了结。你对薄熙来该起诉的你没起诉，你譬如说，薄熙来在主政这个重庆的时候，他这个唱红打黑、践踏法治、草菅人命，这个根本就没有提。转而呢是在贪渎的问题上，那么他采取的是一种避重就轻的办法，在贪渎的问题上来给这个薄熙来来定罪。这个东西做法的话呢，本质上还是一种政治性的。那么正是因为这种结果呢，薄熙来在当庭一翻供，这场大戏呢立刻穿帮，没办法演下去了，那么陷入困境。我觉得呢，这种困境呢，就沈博的这种困境呢，反映的是一种制度性困境。这个说明的话呢，是凸显了这个中国制度性的司法弊端。那么刚才说到这种所谓形式上的这种进步啊，丝毫掩盖不了这个实质上的换汤不换药。那么实际上搞的呢，还是党比法大啊，未审先定罪这一套。那么实际上在这一点上呢，这薄熙来呢，实际上呢也是很知趣的，哎，他的话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也是的话呢，跟当局配合啊，他绝不越的话呢，这个跟当局所达成这个底线一步。所以他在最后陈述说，他甚至还说出了对不起党和群众。而且呢，即便是说微博直播，实际上呢也是完全在官方的这个控制之中。哎，这个你比如说第一天，这个微博直播演砸了，陷入被动。他第2天呢，微博直播呢立刻呢大幅缩水。而且呢，这回沈博呢，这个很奇怪的是，他的话呢没有电视转播。这一点的话呢，实际上呢，连这个当年公审四人帮呢都不如。我们这一代人呢，那个都亲身经历过。那时候电视并不多，这个我记得那时候很多人挤在一个小屋子里面来观看这个审判这个四人帮的这个电视转播。那么现在的话呢，官方呢不是宣称这个3个自信吗？哎，怎么连这个电视转播都不敢给老百姓呢？而这是老百姓的知情权，哎。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讲，那自信跑哪儿去了呢？这个跟当年审判四人帮相比较，这是个倒退，可以说是对官方宣称的3个自信呢是一个莫大的嘲讽。那么这次这个对薄的这个庭审，对今后中国政局的走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想呢会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会影响到呢习近平执政的生态空间。那么习近平呢上台呢是以中国梦开局。什么是中国梦呢？中国梦就是党国梦，保党，保红色江山。实际上呢，我的看法呢，这个习近平呢执行的是一套没有薄熙来路线的路线。现在呢，中国社会呢被严重撕裂，贫富对立，党内呢也有这个毛派和邓派的这个对立，啊。那么习近平上台后呢，他是脚踩2只船，企图呢调和矛盾，哎，实行一条呢这个正左经右的这个路线啊。那么他上台以后呢，一路呢高唱左调捧毛，宣称呢2个30年呢不能互相否定。习近平这样做呢，我的看法呢，他还是有一个现实的考虑。
他希望通过那个把毛作为这个保党天下的这个资产，那么自己呢占据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正统地位。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很多人呢大概忽略到了，他还有一个在沈伯之后呢，在伯名声已经臭了的情况下来的话呢，收编毛左的势力。那么你觉得这次沈伯有没有这个让习近平达到收编毛左的这个目的呢？我觉得没有，恰恰相反呢，因为这次戏演砸了，反而给呢薄熙来一个表演的机会，红旗不倒啊，是个失败的英雄。在这种情况下呢，毛左呢士气大涨，他们认为自己呢没有跟错人，薄熙来是个硬骨头，哎，而且还是个清官，就是跟这个前不久判的这个刘志军案呢，这个刘铁男案呢，他那2600万的话，即便你给他坐实了，也很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习近平的话呢，所要想收编这个毛左的这个势力的这种愿望呢，这个如意算盘呢就落空了。而且的话呢，毛左的话呢，会从政治上会更加嚣张，哎，他会从这个左的方面来牵制习近平，在政治上给习近平造成这个麻烦，成为习近平的一个让习近平陷入了一个困境。究其原因呢，就在于习近平呢在政治上企图脚踩两只船。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呢，他是一只脚呢踩在毛这条船上，另一只脚呢踩在邓这条船上，而这两条船的话呢驶向不同的方向。因此呢，可以说呢，习近平呢正在玩一个高难度的劈叉动作，这弄不好啊要掉到水里面去，让我们拭目以待。